美韩下半年联合指挥所演习于8月16号举行。韩国称这次演习没有大规模实兵演练，为何还是遭到朝鲜的不满？我们有请曹卫东老师为大家解读一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曹卫东。这个美国和韩国呀，不顾朝鲜的这个警告和抗议，还是要举行这种美韩的联合军演。因为这个美韩的军演呢，他们是从这个8月3号到6号先进行一个预演啊，然后呢，再从后面的时间，就是这个16号到26号再进行正式的，就是联合的演练啊。对于美韩啊这样的军事演习，朝鲜是发出了强烈的不满和这个警告。因为这个韩国方面说嘛，本来朝鲜和韩国是恢复了这种通信的联系，就是热线电话啊，虽然把这个联络大楼给炸了，但是后来这个热线电话又恢复了。可是呢，说这个一说朝鲜这个又不接电话了，为什么不接电话呢？因为他这个韩国和美国呀要进行联合的军事演习，为了就是使朝鲜啊能够就是容忍啊就是美国和韩国的这个军事演习，他说向朝鲜发出一个信号，意思说呢，我们这次演习啊，不进行大量的这种实兵实战的啊，就是动用真正的部队去进行演习。我们主要是网上的这种演习啊，是一种虚拟的演习啊，而且这个演习不是针对你的，只是检验就是美国和韩国的啊这个军事关系，检验美国和韩国这个部队啊联合作战呐、联合指挥呀、联合行动啊这样的一种能力。但是即便如此啊，朝鲜还是发出了严厉的警告，因为这个朝鲜方面呢，第一就是明确的声明，就是如果美国和韩国啊在这样一个时间段，也就在8月份进行这样的军事演习啊，是朝鲜不能接受的，因为它的这个指向很明显是针对朝鲜的，所以这个是在当前的这种情况下。是对朝鲜的一种挑衅啊，是不友好的行为。那么，无论是朝鲜和美国的啊这种对话是不能够继续的，那么朝鲜和韩国的这种对话，也是无法进行的啊，所以这是一种挑衅行为。另外呢，后来这个韩国和美国呢，就是听到了朝鲜的这种抗议或者是这种不满以后呢，还是要坚持演习，他们还是老调重弹，意思说我们这个演习啊还是要继续进行的，我们不是针对你的，但是朝鲜啊仍然发出了强烈的抗议，他说这个美韩啊现在要进行的军事演习，虽然是说在网上演习，虽然不动用大量的这些实兵实弹，虽然没有靠近朝鲜的边境，但是你们演习的内容是准备有核武器打击能力的演习，是针对朝鲜的演习，是对朝鲜的军事挑衅，是朝鲜无法接受的。只要你们进行这样的演习，朝鲜就要做出相应的反应。那么这种反应，因为是这个16号到26号嘛，这个演习才进行。那么后续呢，还会有相应的这些就是时间。那么朝鲜可能也会根据这个实际情况做出它的这种反应。因为这个包括韩国，它都非常的清楚，意思说呢。这个朝鲜实际上也有很长时间没有进行这个核武器的试验了，也没有进行这种远程的就是咱们讲就是火箭或者是说导弹的这种试验。说那既然朝鲜没有进行这种就是核试验和这种远程的导弹试验，那你现在这个美国和韩国还要搞这种军事演习，那显然是一种不对等啊，就是对人家的这个友好的行为或者克制的行为，你是进行军事挑衅呢，你是进行这种破坏地区形势的这种举动啊，所以呢，这个事情呢，
遭到了这个朝鲜呢强烈的反对啊，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美韩的这次军演，实际上是对半岛的局势带来了不安定和这个挑战，因为这个不安定就是当朝鲜和韩国、朝鲜和美国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不进行对话的话嘛，那这个形势肯定是军事对峙，而不是相关的这种相向而行的谈判或者是这个克制。所以通过这次演习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如果美国和韩国下一步还继续进行相关的这种军事演习的话只能使半岛的局势进一步的恶化，而不是走向稳定。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关注本栏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